吸毒酗酒反社会多次殴打亚洲人被判刑的男子，如今仍是世界级巨星，是好莱坞挣钱最多的演员。因为熊麻吉、变形金刚、老爸当家走红全球的马克华伯格，因为殴打仇恨亚洲人蹲大牢的马克华伯格，竟再次得到了好莱坞的亲情洗白。马克华伯格出生在一个工薪家庭，比起更加草根的演员来说，他出身绝对算得上贫穷，有法裔加拿大血统，自称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对于美国之外的观众来说，华伯格更有名的是泰迪熊、加油两老爸这种喜剧作品，但华伯格是以健美的身材作为 CK 的内裤模特在娱乐圈出道的，长期走在铁血硬汉的人设。早期在热血拳击电影《斗士》中，他与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合作让他广受赞誉，甚至被提名奥斯卡。而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神鬼无间》，他与小李子、麦特·戴蒙等一众顶级演员合作，更是让他在正剧的道路上也畅通无阻。除了演员之外的制作人身份，更把华伯格的地位越抬越高，他的身价大约3亿美元，每年片约不断。2017年，变形金刚电影制作组终于想通了，让著名渣男西亚·里毕福下车，替换上了叫好又叫座的正人君子华伯格。这一举动简直打了好莱坞自诩的善良正确一个重重的耳光。他们只是把一个烂人替换成了一个更烂的人。你们见过法制咖明星，但见过进局子20次、暴力犯罪 N 次的好莱坞顶流吗？华伯格从13岁开始有严重的毒瘾，并且因为暴力犯罪成了波士顿警察局的常客。从那时起，他就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尤其对亚洲和黑人有极端仇恨心理。在中小学时期，他就曾因多次种族仇恨相关的犯罪被捕。15岁那年，他跟着一群白人混混在家附近骑车瞎逛，偶遇了一个12岁的黑人小女孩和她的哥哥，两人正在散步，完全没有招惹他，但华伯格却恶向胆边生，带着一群小混混向2个小孩子扔石头。注意，不是石子，是石头块。他一边大喊我们不喜欢黑人在我们的城市出现，一边骑着摩托对2个手无寸铁的小孩追杀。在警察笔录记载中，华伯格不停骂着。而袭击的第2天，华伯格和朋友竟然又去了案发现场。昨天被袭击的小女孩正在和一名女同学在那附近学校进行户外实践。华伯格和他的手下再次追着小女孩打，2个小女孩被石头砸中受伤，陪同2个小孩的白人教师也被袭击。最后要不是教师拦住了过路的救护车，和救护车司机一起赶跑华伯格一帮人，2个孩子8成会被打死或者成重伤。华伯格反复攻击他人的行为已经显现出了他暴力倾向。你能想象12岁被无缘无故追杀有多恐怖吗？小女孩虽然没有留下致命伤，但因为华伯格有了一生的心理阴影。这件事后，华伯格和同伴被捕，警方确认他的暴力袭击完全是随机选择受害者，单纯出于种族歧视。华伯格被联邦法院判处袭击罪，当时还未成年的他没有坐牢。仅2年后，华伯格再次犯罪，他袭击涉嫌谋杀2名越南居民。再一次，他完全没有正当理由，只是种族歧视。当时他的邻居正从车里搬出2箱啤酒，而刚刚吸了毒的华伯格带着一根足足有 1.5 米长、8厘米粗的大木棍走进越南邻居，脏话不断的他疯狂用木棍敲击这名男子的头部，受害者因此受重伤昏迷不醒，但他还是不停手。最后是因为棍子打断了，他才把凶器扔在受害者的花园里离开现场。凶器证人俱全，警方在提审他时，华伯格竟然猖狂地对警察说：你们不必让他们指控我，就是我劈开了那个娘娘腔的脑袋，并且在笔录中无数次使用侮辱亚洲人的词汇，包括眯缝眼的亚洲佬。这次袭击让华伯格被指控谋杀未遂和藐视法庭，但华伯格最终只承认了重度袭击罪，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只是喝醉了、嗑嗨了。
失去了行为能力，所以才做出过激的事，和种族无关。但这明显是瞎扯淡，更何况他2年有期徒刑，实际上只坐了45天的牢就出狱了。也许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说他年纪还小，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暂时不说这明显的反社会倾向值不值得再被原谅，华伯格在监狱中没有积极赎罪，也没有主动向受害者提供帮助。出狱后，他竟然靠好身材和硬汉形象，顺利作为说唱明星和 CK 模特出道，钱和名声一路攀升。已经出名的他，竟然再次犯下随机袭击的罪行，猛地踹向一名不认识的路人的头部，并且把这个人按在地上打，受害者的下巴被他踢断，最后靠手术才恢复了正常生活。此时的好莱坞对此充耳不闻，似乎他们认为硬汉打人是 man 的象征，种族歧视和进局子都是没关系，甚至是很酷的。大量的公关稿件替他洗白，说他是个好丈夫、虔诚的教徒、热爱慈善。虚伪的华伯格从未为自己的罪行反省。2006年，他在自己的公关采访中轻描淡写地说，我做了很多后悔的事，当然我已经为我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事实上，他只是付出了一些钱。对于好莱坞最富有的男星之一而言，能用钱解决的事情是最无所谓的事儿，却在2014年着急忙慌要求法院赦免自己差点杀了2名越南邻居的罪行，要求法官删除他的犯罪记录。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对我的行为以及我可能给受害者造成的任何持久伤害深感抱歉，但事实上直到今天，他没有向大部分受害者道歉，也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他甚至还卖惨说，犯罪记录让他坐火车去上学、找工作的难度都增加了10倍，希望人们能给他的人生第2次机会。我的天，因为殴打他人、种族歧视生活难了10倍的人，还有着3亿身家，住着豪宅，而那些被他袭击的人还要被他道德绑架去原谅他。好莱坞如果要拍顺风顺水的哥哥选秀，他直接可以晋升第1名。他莫名其妙的申请声明，让民众感到愤怒。在骂声中，华伯格不情愿地撤销了赦免请求。没有成功洗白的他，在采访中还大言不惭地告诉记者，我不需要赦免证明自己，我花了28年时间纠正错误，我不需要一张纸来证明它，我是被逼着去申请的，我才不需要也不想再次重温那些事情。这让很多当地的受害者无法接受，垃圾小混混没有承担什么法律责任，竟然还成了天天出现在电视上的大明星，谁能受得了？但好莱坞一向对白男有着一套完全不同的道德评判体系，即便如此，还是给他很多工作机会。放弃赦免申请的当年，他就接下了众星云集的金钱世界。更离谱的是，当时主演凯文·史贝西因为性丑闻被下车，需要补拍镜头。他以非第一男主角的身份，满身丑闻和犯罪记录，竟然几个镜头张口就要价150万美元，并且顺利获得。而第一女主角蜜雪儿·威廉斯曾出演海边的曼彻斯特，获得奥斯卡。有无数荣誉的她，只拿到了每天80美元的补贴，补拍结束后只入账不到1000美元。接下来，这样一个种族主义者竟然靠着变形金刚捞钱，好莱坞故意选了一个歧视殴打亚洲人的男主角，不知居心何在。反正华伯格赚翻了，一边骂亚洲人傻，一边利用信息不对等赚得盆满钵满，让好莱坞大厂更加拥护他，真的恶心到家了。这几年他开始大肆利用各种资源洗白自己，作为制片人给自己拉了无数漂亮又正确的电影资源。他在制作的电影中是个曾经被人骂娘娘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竟然化身为一名同性恋男孩，伟大的父亲，各种保护孩子，支持少数群体，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纽约邮报直呼这部为美国年轻人定制的反偏见电影是侮辱观众智商和记忆力的杰作，是好莱坞式虚伪的新高度。然而他仍旧在好莱坞的纵容下无视着人们的愤怒，仿佛只要好莱坞不封杀他，他就不是罪人一样。他可以自己更改自己的维基百科，吹自己的硬汉猛男人设，他可以靠健身和健康生活吸粉，
他可以一边在舞台上对女星开黄腔，一边秀自己爱老婆的好男人形象。他甚至可以做到花钱让专业团队给自己拍了一部洗白纪录片。今天 HBO 推出了关于他的6集纪录片。华伯格让自己的老朋友编剧给自己量身定做了这个节目，大肆宣传自己精英人才的良好形象，鼓吹他对社会和青少年做出的贡献，甚至对新冠疫情的帮助。整个纪录片就是一个自吹自擂的尴尬宣传物，规避了一切他的争议话题，让媒体直呼这是在做什么。从华伯格的心路中，我们都该意识到，好莱坞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先锋的、平等的。他们不在乎很多事情，他们不在乎对方是否是种族主义者，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差点杀了一个亚洲人，只看到舆论鼎沸无处可逃时，他们才会不情愿地开除1-2个明星。在此之前，只要能赚到钱，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几年前，华伯格的受害者曾说自己难以从被袭击的恐惧中走出来，而华伯格对记者说，我晚上睡得很好，早上醒来的非常舒服。这是一个非常好莱坞式的结局。乔贝尔电影中，华伯格有一句这样的台词，当一个孩子被霸凌时，通常有很多旁观者，但旁观却不去帮忙的人同样有罪，因为他们在用行动证明坏孩子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好莱坞，别再给白垃圾挣钱的机会。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